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呢，除了会分析为什么Pi Network 中国区的应试人数一直没什么动静，奇怪的连东南亚、香港、美、台湾的派友都已经完成映射，进入了锁仓阶段，唯独中国区像被排除在外一般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呢？那么先说回来，最近网络上有关加密货币诈骗的事件可真是多得数不清，各种新闻层出不穷。不管套路有多深，防不胜防，我们都需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资产，这可是一门必修课。特别是拍币年底即将上主网，各位肯定不希望自己这几年辛苦攒下的拍币，左眼被黑客变魔术给盗走吧。尤其是那些私下买币的朋友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否则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所以今天影片的前半段，我会介绍热钱包和冷钱包，让大家了解他们各自的优缺点，好方便你选择未来存放拍币和其他加密资产的最佳方式。而影片的后半段，我会再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区的派友们至今无法映射，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在阻挡。接下来开始钱包的介绍。1. 热钱包 Hot Wallet。 热钱包指的是随时连接到网络的钱包，用户可以在电脑、手机或网页上操作，因为始终在线，方便及时查看资产进行交易。热钱包有两种类型。1. 软件钱包。软件钱包是一种需要下载并安装在手机或电脑上的应用程式，用来管理加密资产，例如 Pi Network 官方钱包、Trust Wallet、MetaMask。 优点：使用方便，随时查看余额和进行交易，支持多种加密货币，能与 DApps 去中心化应用无缝对接。缺点：始终联网，容易受到黑客攻击，需要良好的网络安全意识，防止私钥泄露。2. 网页钱包。网页钱包直接通过浏览器访问，无需下载或安装应用程式，比如在交易所的账户中存放加密货币，或者使用像 MyEtherWallet 这样的网页钱包。优点：不需下载应用，直接在网页上操作，多数交易所会自带网页钱包，使用简单。缺点：需要保障账号和密码的安全，交易所被黑客攻击时，资产可能有风险。适用人群：频繁交易的用户，想随时查看资产状况，并能对网络安全做好防护。2. 冷钱包 Cold Wallet。 冷钱包指的是不连接网络的钱包，这样比热钱包更安全，不易受到网络攻击。冷钱包主要有两种类型。1. 硬件钱包。硬件钱包是冷钱包的一种，像 Ledger、ANOS、Trezor 这样的设备，用来存放私钥，交易时需将硬件钱包连接到电脑或手机进行签名。优点：极高的安全性，因为私钥不接触网络，方便携带，支持多种加密货币的存储。缺点：需要购买硬件设备，价格较高，初次设置需要学习，可能较繁琐。2. 纸钱包。纸钱包是一种将私钥和公钥打印在纸上的钱包，通常以 QR 码的形式呈现，只要纸张妥善保管，资产便十分安全。优点：完全不接触网络，安全性极高，成本低廉，只需打印机和纸张。缺点：容易损坏或丢失，不适合频繁交易，因为每次交易都需要扫描 QR 码进行签名。适用人群：长期存储拍币或其他加密货币的用户，不需要频繁交易，并注重资产安全性。3. 多重签名钱包 Multi-Signature Wallet。 多重签名钱包是一种安全性较高的钱包，允许多个签名共同授权交易，完成交易通常需要多位授权人的同意，确保资产更加安全。优点：增加安全保障，适合多人共同管理资产或公司团队管理钱包。缺点：操作较复杂，交易时需多方授权。适用人群：需要团队管理资产的用户，或者希望为资产增加一层安全保障的个人。看完以上的介绍，相信大家对不同类型的钱包也有初步的了解，该选什么样的钱包，心里应该也有数了。当然，我这里就不直接推荐任何钱包了，省得让大家觉得有广告嫌疑嘛。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习惯，用关键字自行搜索适合的钱包，选择一款安全又方便的钱包来保护好自己的资产。毕竟，财产安全是第一位。选对钱包就是为你的加密货币加了一把安全锁，而且大家手握拍币就是币圈中的一员，这些知识你一定要知道。接下来开始分析派中国区无法映射的环节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我们在求证问题时，通常会将可能的答案找出，再从之中来拆解它，找寻真正答案，算是我个人的分析，不代表真正的答案。不管你认同不认同，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罢了，所以不需要有什么反应啊。首先第一个可能性。这个分析起源于黄仁勋在台北 Computex 演讲时展示的地图。地图中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被标记为绿色。虽说 AI 跟拍并没有直接关系，但这也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上的某种分歧。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，以及长期以来美俄间的明争暗斗，可能对 Pi Network 项目产生了影响。
我也查阅了俄罗斯的 KYC 状况，发现与中国区类似，映射进展停滞，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并非是巧合。因此，派项目可能受到国际政治的角力影响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及俄罗斯这类被认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压力，导致这两个国家无法正常完成映射与 KYC。若属实，尼古拉斯博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谨慎行事，暂缓映射以避免项目被中断。相信他最终希望大家能顺利映射。目前中国区的拍友们，先保持耐心，等待更合适的时机，因为这个时机点拍 Network 若选当出头鸟，说不定会让项目胎死腹中都很难说啊。所以大家就体谅一下，我也真心希望大家都能映射。毕竟中国区的拍友们也耗费了时间跟金钱一起贡献这个项目。接着，第二个可能性是中国对虚拟货币的政策。近年来，中国对加密货币采取严格的监管，包括禁止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服务，并打击挖矿和交易。这使得 Pi Network 在推进映射与 KYC 一直面临困难。这个时候你可能说，映射其实可以不理会中国政策，反正派是去中心化吗？没错，我认同这个说法。但是如果这样，这就跟 Pi Network 的初衷大大相违啦。尼古拉斯博士希望派币能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。然而，如果中国政策不认可，派币在中国可能无法实现生活应用，甚至使用派币可能导致法律风险。你想想，届时你只是用派币去买杯咖啡，结果搞到最后要吃牢饭，好像一点都不划算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派币在中国就只剩下炒币的功能，这也不是尼古拉斯博士想看到的。所以，项目方在不想放弃中国区的派友下，一方面在等中国对虚拟货币的相关政策开放，也是博士他能做到的最大底线了。你觉得中国区派友无法映射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小玄子想要在评论区听听你们分享的看法。综合以上两种可能性，即使Pi Network上了主网，中国区映射仍可能面临变数。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全球趋势来施压。当派币在其他国家广泛应用并实现价值时，中国或许也会跟进，接受派币作为新型数字资产。这需要全球的派友一起努力，推动派币在各地形成浪潮，最终促使政策开放，让中国区的派友们也能顺利映射。以上只是我的分析，请大家理性看待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哦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。